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本集影片制作于2025年8月7日，股价是以8月7日收盘价计算。这集是房贷存股套利系列第24集。房贷套利系列360万的来源是曼大2021年申请挂市房贷720万的一半。曼大在2021年选定了两个方向，分别是美股成长股和台股高股息个股。一个诉求是稳定，一个诉求是成长。我认为高股息个股可以稳稳的用股利来缴房贷，相对是比较稳健的。但倘若是长期投资，我相信美股的成长力道会比较强，长期报酬肯定会比较好。但这是曼大根据过去的历史资料所做的假设，过去不等于未来，这个假设并不是一件确定的事。每当我不确定的时候，我喜欢自己进行实验来找答案。我将申贷的720万分成两笔360万，分别投资在美股成长股和台股高股息个股。美国成长股的投资绩效可以自选持股系列的第二账户，永丰富委托20年房贷 2.29%， 这里看到绩效统计。这账户在吃掉曼大原入股部位的100万亏损后，目前仍然有正201万的绩效，表现确实是符合预期的。台股高股息个股的表现其实出乎我预料的好，详细的投资绩效请追踪每集房贷套利存股实战系列的更新。上集说到曼大申请挂市增贷评估，在确认取得 2.45% 利率30年期增贷条件后，曼大就立马申请房贷展延，将20年期的房贷延长成30年期的房贷。诚如浅蓝色字体的描述，在申请房贷展延通过之后，年缴房贷金额从 22.5 万降到了 15.4 万，本月就开始生效，一年多出 7.1 万的现金流，可以继续在股市滚雪球。重点摘要曼大房贷套利系列的操作。曼大从2021年6月开始，计划用3年的时间，将360万的房贷资金投入股市，预留20万资金缴房贷本息，所以才有340万存股这个数字。曼大用2年半的时间打造出自己的类高股息 ETF， 布局持股中有34档个股、5档 ETF， 4组 ETF 近年都有 7% 以上的殖利率表现，原本年报酬在 6.4% 以上才能获得正的现金流。在20年房贷展延成30年之后，年报酬只要在 4.5% 以上就能获得正的现金流，善用财商维持正金流，资金就能像滚雪球一样曼大慢慢的越滚越大。上集说到曼大正在申请中信房屋增贷的评估，诚如全持股系列向版友的说明，已经确认取得30年期 2.45% 的增贷条件，取得符合预期的条件之后，目前已经在申请增贷的流程中了。由于股市仍然持续再创新高，基期也在高位，这次增贷申请下来的资金将比照曼大会员频道计划中的布局计划，用3年的时间耐心等待大事发生，在大波的投入股市中。曼大2021年挂市房贷是在中国信托申办，为了减少一些麻烦，房屋增贷只考虑在中信进行。自从去年9月金融海啸、房屋限贷令的下达之后，各银行的房贷水位有限，于是利率就开始慢慢飙高。曼大也在房贷套利影片中跟版友分享，想要使用闲置的房贷资金进行投资套利，最好是耐心等待限贷令松绑之后，或者您有机会申请到 2.5% 以下的利率，再开始进行计划，会比较合适。如今曼大取得尚可接受的房贷利率，于是就开始启动房贷套利 2.0 计划。曼大申请挂市增贷评估，意外取得30年期房贷增贷，在确认取得30年期的增贷条件后，心想那现有的20年期房贷应该还有机会可以拉长成30年期，于是我电话拿起来，马上打给中信房贷专员，说我要申请延长房贷年限。曼大的财务状况最近才刚经过中信的房贷审核，自评通过的机会应该是蛮高的。果不其然，幸运的把现有的20年期房贷拉长成30年期。曼大20年期房贷已经缴了4年，剩下16年。实务上必须重新申贷或者转贷，才能从16年拉长成30年。但是利率条件就没办法维持原有的 2.29%。我申请延长缴款期限，是从16年加10年，也就是30年期减掉20年期，拉长10年，等于从16年拉成26年。但利率可以维持在原本的 2.29%。申请延期缴款的手续费5000元，没有其他费用了。这里是曼大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，都是曼大自己做功课布局的。在零成本存股系列影片中，您可以学到曼大存这些股票的选股逻辑。目前零成本存股系列做到 EP17， 新巨也曾涨超 100%， 但目前又跌下去了。下次涨超1倍时我再来做影片。曼大的选股逻辑是进可攻退可守，目前观察名单中，信锦、劲丰进到不错的价格区间，有兴趣稳稳领股利、长期存股的版友可以多加留意，分批布局，降低持有成本，稳稳领股利，耐心等爆发。曼大的自主 ETF 中，总共有34档个股及5档 ETF，
已经有18档曾经成功涨超过1倍，在涨1倍时卖掉一半，就可拿回投资的成本，达成该股票部位零成本投资的目标。自主 ETF 账户统计到8月7日，估计今年可以领到 28.7 万股利，房贷本息1个月还款 1.27 万，每年5月缴一次1652元地震火险费用。没有升息的话，一年的房贷本息费用是 15.4 万元。目前贷款到6月21日已经满4年了，在26年整个房贷缴完后，原本要缴房贷本利 15.4 万元，就会变成曼大的被动收入，加上整个自主 ETF 的股票市值也会变成自己的资产，只要愿意努力，就可以赚到应得的报酬。目前股市持续破新高，台美股市在三牛一熊景气循环节奏下，搭配景气灯号已经从黄红灯来到绿灯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就有机会迎来景气循环的回荡。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当股市拉回的时候，就有准备好的子弹，可以随时进场布局。我们鼓励认同房贷套利逻辑的版友，倘若您有闲置的房产资源，可以参考曼大的策略布局，广积粮，缓称王，开始筹备资金，在迎来黑天鹅股灾时，勇敢的投资布局。近期台湾遭征收 20% 暂时性对等关税，台湾多个制造业恐被美国课 20% 关税，半导体、工具机、汽车零件等都将受影响。地图标红色的地区，比如台中、台南、新竹、桃园，代表这些产业工厂最多，冲击最直接。其中3大产业受影响最大分别为：1. 传产类，工具机、课件、水五金、手工具、模具； 2. 电子类，半导体、电子零组件、电子材料、通讯资讯硬体； 3. 重工业类，钢铁、汽机车零组件。今天美国对台关税正式上升至 20%， 若以台湾上市挂牌32个产业类别毛利率来看，高杀伤力毛利率低于 20% 产业将冲击最大，包括电气电缆、水泥工业、塑胶、电缆等产业需要特别留意。曼大自主 ETF 中有不少传产股，不少公司将受到台湾 20% 对等关税的冲击，版友需要多加留意。图中受到对等关税冲击的产业，在分批布局之前，谨慎评估未来3到5年的产业趋势。标普500持续创新高，目前的点位，即使中期回调往下跌2成，都无法跌破4月对等关税冲击的低点。在股市创新高，开始迈入末升段，甚至是非理性繁荣的情况下，这时候来复习股市大神的好提醒，最适合不过了。以下金句来自传奇操盘手彼得林区。第一，真正的逆势投资者会等待市场冷却下来，然后买入那些没人在乎的股票。曼大补充一下，买市值型 ETF 或者50正2也都是好选择。第二，股票是安全的选择，但前提是你必须长期持有，能够挺过市场回调。第三，我认为股市有波动，非常好。曼大白话说一下，有波动，意味着我们有机会买到低点的好价格。最后，当股票有吸引力时，你就买入。当然，它们可能会跌得更低。我曾经以12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，后来跌到了2美元，但后来又涨到了30美元。曼大补充，前提是必须买到体质不错的好股票，倘若没有时间研究个股，买市值型 ETF CP 值最高。更新曼大合作计划之一的实战布局，从4月13日签订合作计划之后，曼大不怕逆风，先建立基本部位，原先在58元左右要布局 685L 基本部位。由于新用户开得慢，开好时已错过布局的好机会，如今已经涨到 90.4 元，残念，耐心等待下次布局好机会。合作伙伴原本就有部分持股，56股数很少是凑满一张所需的零股，而台积电还差150股可以补成一张，静待下次布局好机会。在曼大8月7日撰稿当下，基本部位已经有 29.4% 获利，由于部位还不大，目前获利金额是36万。这个合作案没有借贷压力，准备长期参与市场至少20年的资金，相信在20年后，这600万的布局资金可以帮合作伙伴滚成一笔值得期待的退休金。市场从4月9号触底微转之后，台股大盘已经从17000涨到240000，目前设定少部位每股定期定额持续建立部位，其余资金会耐心等待下一次股市回调的机会，再进行大部位的布局。回到340万房贷存股部位现况，这个月卖出伟讯，获利了结，损益正 10.4 万。我布局2张伟讯成本31元，含息总投资金额为5万8，曼大在 60.90 涨1倍时卖出1张，取回全部成本之后还小赚3000元。近期伟讯碰上题材发酵，曼大设定的105元卖出智慧单就自动触发卖出了。曼大布局伟讯时，预计年股利2元，2张1年配发4000元股利，如今2张获利 10.8 万，等于赚到27年的股利，心满意足。股票投入成本，凯基系统会自动扣息，除息的金额就会跑到现金余额。本月投入成本减少 2.5 万，为实现损益减少 5.5 万，股票现值减少8万。伟讯已实现损益 10.4 万，
总损益增加5万元，含息报酬率增加 1.93%。现金余额部分，伟讯获利了结加上期，8月股利陆续进账，现金余额增加 17.3 万。每月10号扣款房贷，还没过8月10号，已缴房贷本息加活险总额没变，房贷余额没变，仍为299万元。存股账户总市值增加 9.3 万，账户总市值571万，至2月底时高630万，市值下跌至今，仍然回荡约60万。长期待在市场的版友，日后会慢慢习惯4月这种波动。长期待在股市，练就处变不惊的能力。最后是投资现况小结，统计自主 ETF 存股账户，从2021年6月到今天的投资现况，截至2025年8月7日统计时，大盘指数的涨幅 4.20%， 我们账户跌幅是负 0.4%。今年2月时受惠飞捷、茂讯、信景股票创高，远远跑赢大盘。这次下杀跌幅比大盘多，目前飞捷、茂讯、信景离前高都有段距离，尚未收复失地，绩效开始落后大盘。曼大之前在茂讯、劲丰、海运电价格不错时，有回收部分资金，现金水位开始慢慢升高。损益部分，借券部位的未实现损益是184744元，现股部位的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666005元，两个部位加总起来，账上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850749元。加上今年已实现损益326702元，和今年之前的已实现损益243721元，账户不含息获利是2421172元，再加上定存利息以及借券利息，含息获利已经有2498010元，4年投资总报酬来到 70%。最后是慢好频道会员计划的工商时间，诚挚邀请你参考慢好频道会员计划。我用1000万的示范案例，从今年5月中开始布局，我计划用3年的时间，手把手示范，完整记录整体布局的方式，并及时秀出对账单。如果你有闲置的房地产资源，没有活用，或可参考慢好频道的专属会员计划，跟住慢大的操作节奏，一起在股海中稳定的获利。会员影片中会详细说明整体的布局计划，第一时间公开进场对账单、会员贴文，并同步更新进出场记录，让您掌握最新动态。慢大不会带你进行短线操作，而是以长期投资、稳中求胜的方式，在市场上取得小幅胜过大盘的报酬。欢迎有兴趣的版友加入，一起迈向稳健理财与房贷套利的目标。我们这集影片就到这边，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